欢迎来到著名歌手频道，我很高兴您订阅并分享该频道。开麦晚会来了，周深点燃氛围，凤凰传奇复出辛劳，毛不易遇到故障。新年即将来临，抖音提前呈现了一场惊喜的美好夜晚。虽然无法与跨年晚会的阵容和节目相媲美，但却别有一番风味。整个晚会采用了全程实时演唱，成为其他跨年晚会的一股清流。然而，与其他晚会相比，这场活动展现了如此真实演唱，可谓水平相当高。因为其他晚会很少有音响效果如此糟糕的了。晚会效果宛如明星下乡演出，各种意外情况也接连发生。观众们观赏完这场晚会后，纷纷吐槽音响效果，感觉太过原始。虽然没有预先录制的音效也有其优点，但由于缺乏良好的混响效果，人声显得十分干涩，对歌手的唱功构成了巨大的考验。首位登场的宝石老舅在独唱时表现尚可，但随后加入的4位网红让整个场面显得尴尬，5个人的声音宛如混战，各自为阵。冯提莫和美伊里芽前后登场，简直像是来自不同维度。冯提莫表现虽不错，但与美伊里芽的自如唱跳相比，显得相形见绌。而且冯提莫的变化也让人有些费解，似乎有些像鞠婧祎，不论是外貌、化妆还是身材。毛不易一开口就遭遇音响问题，发出了一声巨大的啸叫，表情也随之变化，颤抖着摘下了耳返。尽管随后摘掉了耳返，毛不易依然稳定地唱下去，实力着实惊人。许多人都为毛不易被音响震到感到心疼，不知道他的耳朵有没有受伤呢？这一开场真是有点出人意料，虽然没有影响后续表演，但可以察觉到毛不易脸上冒汗，表情也不太愉悦。黄霄云穿着华服，连续演唱了2首歌。听说他身体有些不适，因此表现一般，没有那么引人注目。但能够演唱至 A6， 实在是相当让人惊讶。娱乐圈里有几人能达到这样的音高呢？凤凰传奇进行了一场3首联唱，包括自由自在、月亮之上、麝香夫人，都是那种能够全场合唱的经典曲目。然而，由于采用真唱，玲花和曾毅2人都显得有些吃力，2人的表情都呈现出一些小狰狞的神情。特别是玲花在演唱尾音时，甚至要闭上双眼，这个小发型真的搞得相当不错，而且颇具喜感。尽管演唱颇费力，凤凰传奇仍然是舞台上的霸主，全程开放麦克风展示实力，全场大合唱让国民热情高涨。在就业男团的苏醒、张远、王立新演绎了一小段小品。3位年轻人和3位大叔之间的有趣对话带有一些小型音乐剧的氛围。首先呈现了一段幽默的正能量，随后认真演绎了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， 真的是既有趣又动听，特别是王立新，他的唱功着实了得。蔡国庆简直是太嗨了，一开口就感觉不太踏实，好像一边唱一边跳舞似的。他想保持庄重形象，结果唱得有点颤抖。不过毕竟是老牌歌手，实力还是有的。之后迅速调整状态，与美伊里芽一同呈现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。金晨也来了，不是唱歌，是跳舞。一亮相就成功吸引了所有观众的目光。他的身姿、容貌和气质真的令人惊叹，舞技还是那么了得，舞姿实在美不胜收。周深的出场目的是为了拯救音响，他带来了3首不同风格的歌曲，冬天的秘密唯美浪漫，借梦梦幻动听风的季节则是港风复古。周深穿着白色宫廷风外套，在雪景中宛如北欧小王子，高音嘹亮时又仿佛是人间精灵，真是给人眼福且耳享盛宴。然而这次的周深展现了百变之态，在演唱风的季节时换上港风外套，瞬间变身为港风代表，
舞台上尽情挥洒，真是令人感叹他的多才多艺。在整场都是真声演唱的情况下，程毅的3首联唱显得有点特别，因为有不少人对他的演唱真实性提出了质疑。然而，难道真的只有他一个人在假唱吗？程毅在演唱第2首歌的时候，嘴巴虽然形成了低类的唱腔，但奇特的是，实际的声音和歌词显示的却是低眉。更加引人注目的是，在第3首歌的间奏时，程毅竟然被自己的衣服绊倒了一下，然而声音却依然异常的稳定。这一系列情节是否意味着他采用了实时修音技术呢？就连网络上一些知名博主也对此颇为无法辨别真伪，不禁提出了一个疑问：这是否代表了音乐行业当前的技术潮流？不论程毅是真实演唱还是假唱，这场全开麦的抖音晚会都呈现出了一种令人惊艳的视听盛宴。人们期待未来各大卫视的跨年晚会也能够达到这个水准，为观众呈现更加精彩纷呈的演出。